大家好，欢迎回到金融致富。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如果你能遵照我们分享的步骤，我们保证你能领先一步。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频道的节目，请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如果你每月未按时还信用卡，那这就是在浪费钱。信用卡在成年人中已经非常普及。你现在是有一张还是多张信用卡，还是说你是信用卡的潜在年轻用户，正在考虑是否申请信用卡呢？今天我们将分享3个银行不希望你知道的信用卡秘密，揭示幕后真相，了解银行如何通过信用卡实现数十亿的盈利，以及这个模式的运作方式对你有何影响。当你掌握这些原理，并运用这些知识来保护自己，首先可以避免掉入信用卡公司的陷阱，同时也会让自己对整个产业的运作模式也有一定了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会教你一些实际可行的策略，帮助你真正省钱。现在让我们开始吧。第一个银行不想你知道的秘密是，你的利率随时都有可能上涨。信用卡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产业，你难以想象世界上有多少张信用卡。如今无论我们去超市还是商场，都会看到移动式信用卡柜台，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免费礼品。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你，急切的告诉你，只要注册一张信用卡，所有礼物都免费拿。他们为什么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做这件事呢？因为他们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如果人们发现银行从信用卡业务中获利颇丰，肯定会大为震惊。电视广播和传单上满是各种宣传，特别是那些超低利率的广告，对你来说诱惑力极大。你被他们迷惑，一直想着享受如此低的利率，于是你决定注册和签约，却不知不觉陷入了银行设置的陷阱。以美国为例，目前信用卡的平均利率高达 17%， 这是否让你感到惊讶？虽然利率会因地区而异，但无论在哪个国家，信用卡费用都属于高利率债务。当你签约时，他们会向你承诺办理该卡后可以获得更低的利率。然而，你不知道的是，信用卡公司及银行有权调整你的利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随时提高你的利率。通常，他们会提前15到30天通知你利率上涨，并发送一封邮件。然而，大多数人对此不予理会，也不会去阅读邮件中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最终的结论是，之前的利率是 17%， 而现在上涨到 18% 或 19%。如果你之前未能每个月按时偿还信用卡费用，导致产生了信用卡债务，那么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就要面对复利的力量了，而这个力量现在是与你为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反对人们只付最低还款额的原因，因为那样他们会很难还清信用卡债务。债务就好像滚雪球一样，在复利的影响下疯狂增长，你的利息会成为本金，然后再产生更多的利息。当复利的力量站在我们这边时，我们会享受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生活十分惬意。但是当复利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债务就会指数增长起来，很可能我们一个不小心就会陷入无法偿还的困境，为债务发愁，甚至倾家荡产。现在很多小额贷款的基本原理与此相同，懵懂无知的学生们为了一时的享乐和虚荣，草率的签下了看起来没有任何代价、利率很低的无抵押贷款。然而，很快这些最初微小的借贷就会变成吞噬他们刚刚踏入人生的无底黑洞。记住，免费的东西往往是最昂贵的，一时的贪欲很可能毁掉你的生活。面对诱惑时，务必要谨慎。第二个银行不愿意让你知道的秘密是，只要你使用信用卡，信用卡公司就能赚钱。即使你每个月都及时还清信用卡费用，他们依然能够大量获利，没有人能逃出他们的掌控。这是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商人、卖家或企业主，只要有人在我的店铺消费并使用信用卡刷卡支付，信用卡公司就会向我收取费用，这被称为交换费。这笔费用是银行为提供刷卡机器和方便服务而收取的，通常在 2% 到 3% 之间。换句话说，假设你购买了一件价值1000元的商品，银行会从零售商那里收取平均 3% 的费用，也就是30元。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
只是通过提供便利服务就能赚取这笔钱。如今，网上消费和手机支付逐渐代替实体卡支付。我们在网购付款时，有时会发现，如果使用信用卡支付，可能会面临商家额外增加的费用及信用卡公司的收费。这种费用无处不在，无论在何地消费，使用信用卡支付都会产生一定费用，由你或商家承担。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转为使用储蓄卡支付，以节省费用。因此，有时当你去一些地方，如餐馆，他们会提供免费的开胃菜或甜点等，以鼓励你不使用信用卡支付，既省你的钱，也省他们的钱，达到双赢效果。所以，银行从两方面赚钱，一方面是从你这里通过信用卡利息收入，另一方面是从商家那里通过抽成来获取利润。两者叠加在一起，银行的赚钱速度非常快。你清楚了吧？这就是为什么信用卡公司竭尽全力鼓励你办信用卡。有人可能会说，办完卡后拿到了免费赠品，然后将信用卡搁置不用。但对信用卡公司而言，你只要办了卡，就是他们赚钱的机会。他们会采取许多后续行动来进一步诱惑你，不断鼓励你尽量使用信用卡。他们会给你积分、赠品、返还刷卡金，甚至希望你购买新车。对他们来说，你越频繁的使用信用卡，越有利可图。当然，信用卡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它非常方便，我们都习惯了这种便利的生活方式。只要你能每个月按时还款，不逾期支付信用卡费用，一切都会顺利进行。请务必听从我们的建议，切勿只支付最低还款额，以免积累信用卡债务。一旦陷入困境，想要摆脱将变得非常困难。第三个银行不想你知道的秘密是，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省钱。现在你明白了信用卡公司从你和商家那里赚取了多少钱，不要害怕，不要被信用卡公司吓倒。只需一个电话，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告诉他们你要取消信用卡，想尝试换一家银行的信用卡，询问他们是否能降低你的贷款利率，他们的应对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很多事情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电话，但大多数人都不去尝试。你可以询问他们是否能降低年费，有时他们甚至会完全免除年费。如果出现收费错误，他们可以免费赠送很多东西，只要你敢问就行。如果你想更快的建立信用记录，可以打电话要求调整你的信用额度，也可以要求调整到期还款日，以适应你的日常消费习惯。不要小看到期还款日的调整，它与你的发薪日和储蓄习惯密切相关，只要使用得当，合理安排几个卡的还款日差距，能让你的经济更加灵活。当然，我们绝不是让你去参与庞氏骗局。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作为投资小白，庞氏骗局所欺骗的最终只有自己而已。因此，请谨慎利用信用卡，避免走那些不正当的途径，以免最终陷入困境。作为顾客，你有权利大胆提出自己的要求。顾客就是上帝，你在他们那里消费，就应该享有相应的权益。只需打个电话，就可以要求享受你应有的权益。如果不小心错过了到期还款日，晚了几天，为了避免这个小失误对你的信用评分记录造成不良影响，你可以通过打个电话问问信用卡公司能为你做些什么，这是非常简单的一步。信用卡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使你能够轻松在线购买心仪的产品。然而，不要让信用卡控制你，你应该成为信用卡的主人，而不是信用卡公司的奴隶。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看完今天的节目后，赶快给信用卡公司打个电话吧。然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成果，他们是否降低了你的贷款利率，承诺返还刷卡金，免除了年费，或者赠送了大量积分，分享让我们的快乐倍增。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